做五金，它的营业额很高。我比如说我做办公用品，每个月有3万的营业额，如果做五金的话就是30万的营业额。早年的话其实还是挺赚钱的，我也是就赚到了第一桶金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秋库啊，今天来拜访一下嘉定的五金皇后啊。大家好。那么姐啊，你是嘉定本地人啊？对，是的，嘉定本地人。听讲你是开五金店起家的？是的，我是从02年创业的，然后做了20多年了呀。那你那时候怎么会想到做五金店的？因为我是中专毕业最早出来的时候我就在工厂做操作工我大概1个月我就升为了车间副主任。哎呦，那个时候呢我就特别开心我以为我自己这个能力超群。但是后来呢，大概过了1、2个月之后，就是老板找我谈话，就是我们最大的老板就说啊，你那个很不错，然后呢我要提拔你，给了你很多的承诺。然后我回去之后我特别开心，有这么大的老板就是赏识你。我们那个时候工厂大概也有几百个人的。然后我回家跟我爸爸一说，我爸爸就不同意，我爸就说不对，他说有问题的。我们那个年代的父母他很含蓄，他说这个老板名声不好，原因我知道，是不是潜规则你啊？其实是的爸爸就是比较含蓄，他没有说。你爸爸蛮聪明的嘛。对，男人嘛，我觉得都懂的，都懂。对，男人可能更懂男人。然后我都不懂啊，我那时候很年轻很小啊。我爸爸说不行的，这个公司不能待，然后就是立马让我辞职。我那时候很不理解啊，但是呢还是因为我平时就从小就是乖乖女嘛，就是听父母的话的。那爸爸不会害你的，虽然我不是太能理解，然后就是听爸爸的话啊，那就辞职。那么厂里出来之后呢，你就开五金店去了？我一直想创业的，但是那个时候钱比较少，我就回家。原先是想跟我爸爸去要点创业资金的，没有想到呢，他是坚决反对，因为他自己是做这个销售出身的嘛，我爸做了几十年的销售了，而且一直都是销冠。他就说做生意非常辛苦的，都是你要求人呐，就是女孩子不适合做生意。所以他说如果我是男孩子，他不仅会提供资金，也会大力支持我，但是我是女孩，他是坚决反对的。他说如果我要是创业的话，他就跟我断绝父女关系。你爸也蛮狠的嘛。是的，那其实我创业的1年啊，他一次都没有来过我公司，没有给过我任何的帮助，然后还很生气，我回家吃饭他都不跟我讲话的，都不理我的。差不多有过了1年以后才慢慢缓和。那其实过完1年以后，其实我的公司也慢慢成长起来了。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做五金店呢？那时候刚开始不做五金店的，因为第一呢是我只有3万块钱，我根本就做不了什么。我去看了，我本来是想做服装的。那个时候我们嘉定的那个城中路、塔城路，就是商业最繁华的2条街道了。我去问了一下，转让费8万。房租1年8万，我一看我这3万块钱什么都干不成呢，然后我就苦思冥想。后来呢，我就是因为跟我同一时期毕业的时候，同学很多都是在企业里面做这种什么人事主管啦、总务啊这些，那么我就找到我的好朋友，这也是我的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，然后就跟他说，我说我要做你们公司的那个办公用品吧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我们办公用品1个月也就大概3、5千块钱吧，我就有了这1个客户的前提下，我就去开了公司了。后来就是慢慢的到了第2个月，我找了第2个客户，第3个月有第3个客户，就是营业额也不断的上涨。然后后来就是在做的过程中，我发现做五金它的营业额很高。我比如说一个厂，我做办公用品每个月有3万的营业额，如果做五金的话就是30万的营业额。然后我开始就是慢慢的接触了五金这个行业，转型了。五金的话主要是做哪些零件呢？我们一般的话都是供一些外企业，像一些螺丝螺帽呀、定制的产品呀，还有一些牢房用品啊、工作服啊、拖把、扫把呀都有。企业这个消耗用品我们都可以做。慢慢的这么多年做下来，就基本上还是蛮赚钱的做五金。早年的话其实还是挺赚钱的，我也是就赚到了第一桶金的。也买了房子，也买了商铺，也买了车。你的意思就这2年很难做了？对，这2年是整个大市场，第一是因为电商平台对我们的冲击，然后很多那种像500强的企业，原先是我的客户的，他们慢慢的就会有那个 ERP 系统这种系统，他们要上，我们这种小公司我们是支撑不起的。所以说后来我就是跟他们这种大平台合作，就是我们供货给大平台，大平台再供货给企业，这样子来做。那这样做的话，等于这利润就小了呀。对，被他们抽掉一层。对，他们吃肉，我们就喝汤嘛，没办法，这个大趋势。那么姐，你说你老公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他是做那个充电站的，上海裕力充电站。我们在上海现在也有30个充电站，就是我们是各自自己的事业。他赚得多，你赚得多啊？那肯定是他赚得多啊。这样。是的。听讲你儿子好像也去美国读书了是吧？对，是的。你儿子美国读书这个费用贵不贵啊？1年？蛮贵的，差不多现在1年的话要80
80万左右。还有一个是我的客户，他原先1个星期在我这边可能都要消费个1、2千、2、3千的，结果过了几个月以后，他也在我的这个街的斜对面也开了一家。哦，他想你这么赚钱，我也来。对对，都是这样子想的。那客户就这么多，把市场就是瓜分掉了，那么我的这个营业额也下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秋裤啊，今天来拜访一下嘉定的五金皇后啊。大家好。那么姐，你之前的视频呢，你说你开五金店，然后另外呢也开过服装店，但是服装店呢很赚钱的情况下，你底下的员工后来自立门户去了。不是1个员工，是2个员工1个客户。我当时的话，因为店铺是自己的，然后我就想着，反正店铺是自己的嘛，我就想女孩子嘛，总有一个服装梦嘛，我想就是对，在我有余力的前提下，我就想自己来做。我问一下，那个是几年的时候啊？08、09年。你在哪个位置开的？在上海嘉定宝安公路，就是现在的大融城的斜对面。08年那个时候，服装的话1个月很赚钱。对，还是挺赚钱的。我1天的营业额差不多在5000，因为服装这个门槛实在是太低了，我的营业额员工是看得到的。然后我当时也没有说很多的防范的之心，可能进货单呀，就是他稍微聪明一点，其实他只要去批发市场一看，他就知道我的毛利大概在多少啊，我每天的营业额是多少。他们看了就心痒痒了。对，就是但凡有点能力，这也很正常。我也没有什么不高兴啊或者怎么的，因为如果是我是员工的话，我可能也会这样做的。那他们在你底下干了多久就自立门户了？就几个月吧，就对，实在是门槛太低了。他可能就是去租个房子，然后去批发市场拿货，回来就直接可以做了。我们那条街原来是1家服装店没有了，我是第1家。对，然后等我这边做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就是我的2个员工，强一点的员工，他先出去开店了。就开在我的店的那个斜对面。哎呀，那多尴尬啊！也还好吧，反正。不是，那你跟他后面还会交流吗？作为竞争对手了。但是虽然没有什么交流啊，但是对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没有什么不高兴、不愉快的。是吧？对的。他辞职的时候有没有跟你讲啊？老板，没有，那没有。没有。对，他肯定没有，他只是说可能我有事情，我家里什么我可能不做了没想到过个1个月以后就在我对面开店了。傻眼了这些。对，傻眼是有一点傻眼的。那么另外一个员工呢，也是的，他后来也是在第1个员工走了以后，因为他们也都是嘉定本地人嘛，对吧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，所以说要开一个这样的小店，其实对他们来说也不难。可能过了几个月，然后第2个员工也去开了，也开在对面。然后还有一个是我的客户，他原先1个星期在我这边可能都要消费个1、2千、2、3千的，结果过了几个月以后，他也在我的这个街的斜对面也开了一家。他想你这么赚钱，我也来。对，都是这样子想的啊。那么姐听讲，你员工开的这2家店，包括你客户开的店，把你干倒了。后来，对的，是的。那后来的话，就是竞争就越来越激烈了，整条街的话，就是一下子就开出了4、5家服装店，那客户就这么多，把市场就是瓜分掉了。那么我的这个营业额也下来了，所以后来我就干脆把这个店铺把它还原了3间店铺，然后就分别3间店铺就租出去了，我就不干了，不干那个服装了。那么你员工后来开的那3家服装店现在还在不啦？现在的话好像只有我那个客户的那一家还在，目前还在做着呢，做了到现在也差不多要10来年了。其他的也倒闭了。其他的就没有了。对，现在这个大环境也没办法。对。如果我们这个钱拿来买房的话，那早就不知道增值了多少倍了，所以真的是亏死了，我都后悔死了。那么姐，你说你年轻的时候买过2个商铺，现在厂子都毁清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是的，我是在我们嘉定的沪宜公路上面买过2个商铺。几年的时候啊？07年、08年的时候。多少钱买的？差不多200多万。2个？对，总共200多万。对，那个时候的话，这笔钱不小哎。对，是的，而且我是全款付清的，因为当时我刚刚离婚。对。然后呢，我爸爸就是觉得给我的将来的生活可能要有一点保障，所以呢，他一定是要我全款把这个商铺买下。你爸不想贷款？对。然后呢，第二，他可能也是担心我会把钱乱花了，所以说当时他就说写我的名字，他也拿一半钱出来，我也拿一半钱出来。这个上路的嘛啊。对。然后我当时是不同意的，因为我们要做生意的，我的流动资金其实是要做生意用的。你那个五金店要流动资金的。对，是的。那如果说把资金全部抽出来买商铺的话，其实对我来说压力会很大。但是我爸爸就是天天白天找我，晚上找我，给我打电话轰炸，然后他就说，你看名字都是写你一个人的，对吧？你有什么你不吃亏啊，对不对？他也拿一半钱出来嘛。对，因为人家都讲一铺养3代嘛。对，可以收租什么的。对，当时是这样子的，但其实后来不是的，对吧？就是我们租出去的租金也不高，按投资回报率来说，其实很亏的，是亏的。你现在1个月租多少钱？他1年的话，2个商铺大概8万，之前才5、6万。这2年1年一点点涨上去是8万的呀，到现在都还没有收回本呢。你爸那个时候倒没叫你买房子啊？对，我觉得就是亏在这里，你知道吗？他当时如果买房的话，我跟你讲，那
就是涨好多倍啊！而且那个时候没有限购，上海是不限购的。如果我们这个钱拿来买房的话，那早就不知道增值了多少倍了。所以真的是亏死了，我都后悔死了啊！因为当时我是嘉定本地人，我们是拆迁的，本身就是家里也买过房，然后又有拆迁，又有好几套房，所以我爸爸就觉得不要买房啊，对啊，为什么要买房呢？对不对？然后就是觉得啊，就是他有执念，就是一定要买商铺，就是农村人的思想嘛。被裁员以后，就是想要找到同样薪资的，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他现在就比如说30-40万的岗位，他也是可以接受的。但是现在就是连30-40万的那种岗位都很难找啊，然后家里还有车贷、房贷，所以压力很大的。那么姐啊，你说你有个男性朋友啊，他以前是年薪100万的，在上海，现在你说被裁员之后怎么样啊？哦，那日子就比较难过了。他已经半年都没有工作了。原先的话也是我们嘉定的一个世界500强企业的一个采购的高管，然后就是现在整个经济大环境不好嘛，被裁员了。他就领了个大礼包就回家了。他在那个公司做了多久啊？差不多有十几年了吧。10几年，那赔钱的话都赔不少吧？对对，赔了不少的。现在他也想找工作，但是也很难。大概是上个月给我打电话说，那个小金啊，你这边有没有嘉定的这个企业，有没有什么岗位？哎呦，我说你现在你的年薪，我说要找真的很难。他多少岁啊？他差不多在45岁吧。然后就是说，哎呀，我现在要求很低的，我就有个30-40万的那个薪水，一年年薪的话，我就可以了。我说现在30-40万年薪也很难呐。他30-40万年薪也找不到。就是刚开始的几个月，可能他还真看不上，但是现在就是连30-40万的那种岗位都很难找啊，所以他现在就比如说30-40万的岗位，他也是可以接受的。他难找的原因是什么？人家看不上他呢？对呀，他45岁这个年龄阶段，那同样的有这样薪资的人，竞争岗位这些，人家20几岁、30几岁多得很呐，所以压力很大的。他的孩子现在比如说是读那个初中、初3，你知道一年的补课费得多少钱呢？然后家里还有车贷、房贷，对吧？然后靠老婆一个人的工资的话，其实也是很辛苦的。所以说他一直都是在找工作的。像他这样的情况，其实现在大环境下面蛮多的被裁员。对的，要么就是企业就是降薪，你能接受的那就接受降薪，你不能接受的可能就离职了。就是被裁员以后，想要找到同样薪资的，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只能自己慢慢调整，然后找一个相对于就是说下来一点的那个岗位。